各位朋友好，我是陈君伟。这一期我来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就是中国的护照现在能够出行的可以去的国家就是限制比较多，而且可以免签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现在对中国的持有中国护照的这个居民吧，就是暂时就是说要到达那个国家的话，或者开放给你入境比较难。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一个国家它之所以要限制你到他那个国家去，最重要的原因不单纯只是说民主或者专制或者半专制，不仅仅只是制度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不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负担。比如说你去了他那个国家，你去消费，你去旅游，你去做生意，你去该做什么做什么，你去让这个国家你过去消费了，然后让这个国家赚到钱，那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你。也就是你国家你的收入状况OK 的，然后你过来是纯粹消费的啊，你进来要办理什么签证啊，要护照啊，然后你停留在时间，你每年都要交给这个政府，给这个政府送钱，帮助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他绝对欢迎的啊。政府任何一个国家就是限制你入境，或者说会给你制造障碍不让你入境，最关键还是出在考虑经济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为什么？比如说发达国家，就是说有的国家他接受，虽然你是来自于专制国家，而你过去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设置障碍。比如说你拥有能够证明你财力的这个证明，比如说有房产，你的月收入，有各种资金，你的银行账户等等，有钱能够证明你去那里不会成为负担，你也不会成为那个地方的难民，甚至你有钱还可以投资在他那个国家，那么那个国家就会欢迎你。如果你要是没有政府又要花钱，就是相当于安置一个难民一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就有可能会拒绝你，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啊。所以的话，就是东南亚，也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反过来说，也就是亚洲国家相对来讲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发达，它跟中国差不多，所以你到那里你不一定会愿意入籍，或者你并没有那种想法想要入籍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你到这里来，你合法的入境，你合法的办理手续签证，然后不管是商务签证还是旅游签证，你签证是要付钱的，你到这里花费消费都要花钱的，为他国家带来收益，所以国家就会欢迎你。包括印度，哪怕是民主的一些国家，真正的能够那个也是一样的，完全明显，完全已经制度上已经接近西方的国家，他照样是会欢迎你的啊，就是只要你不会成为他这个国家的负担，而且为国家带来收益的时候，他就会接受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目前中国到底有哪些国家或者哪些地区或者哪些州比较能够接纳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特别中国大陆吧，反正就是离开中国大陆，像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他们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会接受，像日本这亚洲这些经济发达或者国家这个制度是比较这个民主的国家，基本上是比较他是不会拒绝你去的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先观察一下，看看我们中国现在目前能去的到底有哪些国家，我们看看啊，就是现在是2020年的，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2020年中国护照免签国家或者落地签的国家啊，只要能落地签的话就可以，说明就可以去了。免签的话就是不需要签证的话好像是很少了，不需要签证，我看看中国有没有不要签证的。不要签证我好像是韩国有个叫洲际岛洲际岛它是自治的岛自治的岛或者州是吧？还是自治的地方呢？那它以旅游为主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去的话纯粹只是去消费是 OK 的，它免签就免签了，你到这里来你就尽管消费住宿旅行
坐飞机啊，各种费用啊，反正他旅游项目嘛，无所谓你来。还有印尼哈，印度尼西亚好像是那个免签国，我看看还有没有，除了这2个国家，看看还有没有啊。亚洲就这2个。那非洲的话，摩洛哥哦，然后这个什么尼旺啊、突尼斯啊这些比较小的一些国家吧，天气也比较热啊，这是接近这个赤道的那些国家啊，那小国家啊，你在地图上，如果你平时的话不关注这个的话，基本上没怎么听说过啊，这免签。然后免签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记住的不需要说完全免签，你就能够签证就好了。你若纯粹只是想走出来的话，你就无所谓，签证就签证，去签证就好了啊。我们先看看，就总共签证再加上免签的国家，看看到底有多少个哈，这个先看清楚一下。普通的护照互相免签的就有14个国家啊，互相免签就是你到我们这个国家，到中国也免签，然后我们去他那个国家也免签。那阿联酋、巴巴多斯、巴哈马啊，这波黑是欧洲的啊，还有那个毛里求斯啊，哈，这些东西大家平时的话，就如果不关注那个不思考在海外的话，就是很多这种国家你都没什么印象是吧？比较小的一些国家。那个塞尔维亚啊，塞尔维亚也是在欧洲的啊，白俄罗斯这些是早期一些东欧的一些国家吧，一些东欧的话，从早期的苏联那个脱离出来的一部分国家啊，反正能够互相免签的国家就只有14个啊。那可以签证的国家的话有好多，东南亚有不少国家啊。亚洲印尼也是一样的啊，印尼啊，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的国家和地区，这是旅游的啊，这是2个旅游的岛啊，你去的话也就纯消费，这个已经说过了，都在这里面了啊。美洲安提瓜和巴布达海地哈，这些反正都是小小的一些国家。然后大洋洲塞班岛也是一个小的旅游的岛啊，这些都是有的地方是比较接近赤道哈，天气也比较热，然后其实就小岛国吧，很小的一个岛国吧，反正你过去的话，塞班岛的话可以去，塞班岛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哈，然后旅游资源吧，也很多人在那边工作哈，有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大家可以出来哈，我下一期节目我会重点的给大家讲啊，就是怎么进入东南亚，特别东南亚有11个国家吧，东南亚要签证哈，不是免签，国家免签的很少啊，中国的话现在目前中国这状况，你专制，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哈，这大家要面对现实，有的中国的综合收入，国民的综合收入，其实中国是很低的啊，大家要面对这个现实，不要整天叫什么厉害了，你的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个上海的那个外滩啊，那高楼大厦跟你没任何关系啊，就是你自己到底收入怎么样，你就是在人家眼中，就是说你去了以后，你这个是否有消费能力啊，是否有实际的购买力啊，是否能够到了这里纯粹就是过来玩的，过来消费的，如果不是，如果你只是出来，甚至还会长期停留啊或者之类的，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就是这个国家是否要考虑开放给你啊，给你互签或者说免签，或者说给你落地签等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专制国家这肯定是比一般的国家那个获得这种签证或者免签的概率肯定是要更低一点，因为很简单，专制国家的人很多人特别经济又不是很好的，更何况又是集权的，个人财产无法得到保证的，而且教育是采用洗脑的啊，你又没有新闻自由，全人类唯一的在中国啊，唯二是吧？还有个朝鲜是吧？
朝鲜跟中国这个互联网没互联网的啊，互联网的有自己自家玩啊，跟世界完全不一样，跟整个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同的这种国家，就是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话相同，哪怕经济条件或者什么都一模一样，但是人家就因为你来自于专制的国家，因为你是要逃亡的，你是要那个有去无回的，所以你的签证就相对来讲获得人家免费签证或落地签证的概率就会更低一点，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需要签证的还有允许中国办理落地签的也有42国家，那亚洲啊，东帝汶啊，老挝呀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国家，那个对亚洲这些国家也有20个啊。如果大家要是心态好一点，反正就是先出来啊。如果要是在国内的话，情况不对劲，大家要出来的话，就不要思考太多，人先出来再说。在这里有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关于经济，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一些国家，比如说虽然知道你来自于专制的，你看像沙特阿拉伯那个国家，他的护照他都随便全世界，你看要去加拿大呀，要去新西兰啊，这些国家他都轻轻松松就去了，知道吗？所以经济很重要，你的国家你的经济，你不会逃亡，你这个国家的人出去以后心还在这个国家里面，而不是出去了就溜了啊，就哇操，从灾难中从这个牢笼里面总算跑出来了，就不回去了，那这个国家的人家是考虑给你签证的时候是要思考的啊，是要思考这个问题的。那非洲也有15个国家埃及多哥啊，这个福德角加蓬啊，卢旺达马达加斯加这些国家大家自己看贝宁啊、津巴布韦啊，这些都是独裁专制，这些都是那个军政府，有的国家还在战乱之中。美洲瓦亚圭、苏里南啊、大洋洲、劳勃、图瓦卢啊，大家这些国家自己稍微看看啊，自己看看，反正就是允许你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有42个啊，还有这些一些是那个单方面允许免签的这个不是累加有的因为重复了，这个单方面允许你免签的，还有单方面允许你落地签的，它有的都重复了是吧？这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嘛，底下也有印尼嘛，是吧？是重复掉了，也就是40-50个吧，就是免签的、落地签的，或者说包括一些主要还是要落地签之类的，或者说允许签证你出去，总共有40多个吧。反正如果你要是决心要出来，所以你还是有机会出来的，哪怕不是免签，你还是可以申请啊。这个除了落地签，有的发达国家照样是可以签证的，你可以照样去申请，照样会获得通过。其实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有机会去的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经济的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有的国家其他的，比如说你能够证明你的财力的情况，比如说你的经济条件是否有资产你是否有银行流水线，是否有收入能够保证你到的这个国家那个会有足够的财力来消费，同时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负担。那么关于这个财力的问题，大家大脑思维要放开一点，财力它是一个财富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动词它是有波动的，它不是说你现在没钱你就被打死在一辈子就卡住了就没有钱你自己去努力。你现在假设你经济还不行，不代表你永远都不行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多东西是可以变的。而如果你在中国现在如果要是暂时的话，在经济上或者说你并不愿意看到你的下一代，或者说你个人受不了这种困在牢笼这种状态，不能做个像正常人一样的活着，然后你受不了，你是可以先出来再说小孩不愿意接受洗脑，希望他能够
像一个人一样的健康的正常的成长，正常的像全世界其他的正常的国家一样的成长，那么你都可以尝试着先出来再说。那随着你经济的条件转好，或者说也许有的国家你看起来经济不是很好，但实际上非常适合你，可能你还会非常喜欢上各个国家的状况，那说不定你也许会移民，也许会在很多年可能在那边生活旅居在那个国家很多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放松一点。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状态，这个噩梦早日结束，我们随时可以回去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啊，我们再也不需要去背井离乡的日子早日到来。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先讲到这，接下来我会陆续的跟大家讲东南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跟大家讲啊，东南亚很重要，因为它毗邻中国嘛，是吧？那个周边的几个国家那个也就靠着中国啊，然后这里也很多华人哈，大家气候啊，还有很多这个文化之类的，相对来讲也本身有很多华人在这，大家过来这里以后能够就是大家到达了这里以后呢，你至少你可以就是更快的能够路过这个适应期吧，然后最终你要去哪里，你自己再做长远的计划。这期的视频先讲到这，谢谢大家。